他从一开始跟我交往就开始骗。啊，那个朋友说特别真，而且人家没事闲的，人说你这事儿干嘛呀？我说那到时候我问问他吧。然后问他的时候，他又说陪朋友他们去看，就是朋友的媳妇儿。啊，我当时我就寻思，是不是以前有女朋友，前女友来找你了，你没告诉我，我都没想过会是他的老婆。啊，那什么时候知道是他夫人的？是因为就我俩一起去吃饭，正吃饭呢，然后那个就因为我喜欢坐在窗边嘛，外面就有一个女的就在外面喊他名，哎，怎么还不回家吃饭？在这儿怎么着？这么说，我就看了他一眼，我看了脸就煞白，他就站起来就出去了。我得到了，你可以做我的红颜知己。别说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。我清醒了，所有都是骗子。实际上面就等于你想离开他是吗？对，我不愿意看你，我穷了，连老婆你都骗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说用着人家钱，人家给你注册着公司，你出来在这外面这么闲聊。你创业其实你前妻帮了很多忙是吧？前妻的那个父亲，可能就是说觉得我能够有能力把这个公司把他们这个给做起来，把这一块的业务给托付给我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说呢，5年多吧，把这个资产呢翻了2番。你快饶了他们吧，到最后把人公司也骗跑了。现在呢，我呢是净身出户。我知道你心里面所想的，我也知道你们心里面所不知道的。我拦一句啊，就是你的净身出户是主动净身出户还是被动净身出户？主动净身出户，因为毕竟我前妻以及她的父亲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，这一点我不能否认。你前妻的这个家庭对你帮助很大是吧？他们对你有什么帮助？那首先呢，一个人再有才华，他需要发展的平台。我前妻的家族，他们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发展。那就是你把自己卖了呗。你喜欢你前妻吗？你爱你前妻吗？如果你不爱你娶她，不就把自己卖了吗，兄弟？就好像赵老师您把您自己卖给了这个舞台一样。我承认我爱这个舞台，我们俩之间是自由结合，我很爱她。他爱不爱我，到哪一天他不再爱我，不再需要我，我离开他。这舞台也不骗他。对我是一个我就做我的职业主持人，我没问题。我没有把我的良心、把我的人格卖给他。我只想知道说，你娶你前妻的时候，有多少是因为要那个平台，有多少是因为爱他？基本上都是因为平台的事情。就是你从没爱过他。是。现在呢，我来到这个舞台目的就是说，希望通过大家的了解啊，帮我挽回我喜欢的这个女孩子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婚姻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凑合。原先呢，我的人生观、我的价值观可能就这样子。那可是呢，在遇到她之后呢，我觉得，哎，人生原来爱情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今天是想挽留她是吧？对。你想向她表达的是什么？我想表达的是现在他对我的信任感的一个缺失，我想挽回的这一点。那好啊，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他你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呢？因为在刚开始大家交往的时候，可能并没有想就是那么快的去进入状况。我对他，我也不能说一开始不是，那不进入状况，你是一个已婚男人，干嘛天天给一个小护士送花送吃的？我不想活在以前的那样的生活。那我先直接问一下吧。在婚姻当中对妻子不忠是对还是错？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的想法，我就觉得离开他，我活得不开心。他有拒绝你的权利吗？我明白，我能够给他幸福。他所需要的是我能给予的。只是呢，就是说现在你能给予他什么呀？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呵护他。不，你怎么好好的爱他呀？给予他很好的生活。你心怎么那么大呀？你这边跟他在那儿吃着饭呢，那边你怎么面对你夫人呢？我特想知道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跟一个女孩正在吃饭，你的妻子居然叫到门口来了，你就那么坦然的面对你的妻子和那个女孩？很显然，我不善于平衡。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态度，我现在我摆在这边，其实赵老师，你应该感觉到我很坦诚了。我们俩大概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坦诚的态度对这个姑娘。那你就应该非常坦诚地跟这个姑娘说你哪里错了，求得她的原谅，而不是巧舌如簧地去辩解。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说话，你说好了。那我就跟你说啊。我不听你说，你别说，也别耽误大家时间。看说我多傻了，这么大短录制时间，大家都不相信你，说我相信你2年。
其实我是有点喜欢男嘉宾的，我有点喜欢他，因为怎么发现已婚男？像这样的已婚男，他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，不会介绍朋友给你认识，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家住哪儿。第二个，除了手机电话之外，你要问座机电话，明白吗？朋友是一定要见的，然后要看节假日的时候，比如说情人节呀、过年啊、元宵啊等等等等这些节日，他是不是消失了？如果消失，都是有问题的。今天我们所有人，包括你，应该感谢男嘉宾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坦白，人是要坦白的啊，这是他的优点。第二点，他刚才说了一个平衡，人生是一个平衡之术，但他用错了地方，他用去平衡罪恶了，你应该用来平衡幸福。就是当自己被伤得很深的时候，考虑一下有没有多关注自己的父母。人生是平衡之术啊。其实，我开始还是对这位先生有点抱同情态度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，但是你有一点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问题，一定是错了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错了的话，那么你将来不会幸福，因为你说你像一个贼一样，你总是东躲西躲，东藏西藏，你欺骗这个，隐瞒那个，你觉得我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，我在人前很风光，我带着这个可以出来，那个人可以这样。其实你总会有一个最难过、最过不去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想想，我能依赖谁？如果你永远只是想着你自己，找几个红颜知己，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吗？等你老了，你有多少个红颜知己？多少人在后面恨你？我还有一段话同样送给你。你想，一个人如果生命里只有利益，活得会多么的辛苦，多么的累。就像李明老师刚才说那段话一样，我再把它递补进去。当你深夜一个人坐的时候，你希望有人跟你说知心话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一个人。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，碰到问题，你想找一个朋友来倾诉的时候，所有朋友都说这个家伙我们要远离。当你财富积累到很多的时候，你发现居然没有一个女人是在心灵上打动你的心，你不觉得这个人活得很可悲了吗？所以其实就是一点，每个人看到的帮助点可能不一样。你希望我们是让这个姑娘回来，我们的希望是说，你真的通过大家说的这些，可能你有一个意识，有一些路走不通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去变通，应该怎么去改变。就像涂老师说的，他是坦诚的，他明白了，他走了，你的生活还得继续，他的生活也要继续。如果这次你还没有意识到的话，我想不是他恨你的问题了，而是你要恨他，你要恨你的前妻，你要恨所有让你失去现在财产的所有人，而不会恨你自己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个人原先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希望我自己活得很好，我希望自己能够给我的身边的人带来一个很好的生活。可是当我做到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，我自己生活得很不快乐。我知道我是一个坏人，可是我对你来说，最起码不是那么坏吧？男嘉宾，刚才你承认你是个坏人，你是坏人的最后一点良心发现，甚至你说我对任何人都坏，但我对于你好。其实我现在不关注这个，我相信你内心可能确实对他有感情。我想对你的所谓的工作态度和你刚才所说的到那种现象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风光的背后，不是沧桑就是肮脏。沧桑可以获得风光，肮脏也可以获得风光，但是肮脏是见不得光的，沧桑才是一笔真正的财富。你是选择沧桑还是选择肮脏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觉得过去那些旧账可以打一个点，从今天开始自己去做选择，选择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，你快乐的人，我觉得就好幸福，真的好幸福。我们可能都会去检讨一些问题，不是每一个女孩都会中这种圈套的，为什么你中了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生活。今天呢，在这个舞台呢，经过了我也知道，我希望如果说呢，你真的心里面还有我，
我慢慢用我的行动来换回你的信任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没有我，那我也希望你一路走好。毕竟，这个让姑娘自己去做选择，记住她的话就好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请回吧，谢谢啊。在这之前呢，真的是做得很错。对我来说的话，或者对他来说，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。可能这个伤害在之前一开始就注定了，因为是我犯了这样一个错误。我想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，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错误再发生了。从我知道他就是已经结婚了那天开始，我就是想跟他分开，不可能说是跟一个已婚的人就这样纠缠。所以说，我的想法就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。我也清醒了，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了，就是在一起就是个错误。所以说，趁早离开是对的。来吧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5位老师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杰利亚爱情保鲜剂。居住感是爱情里的一种保鲜剂。如果男女双方任何一方有了一种潜意识，是说我已经套牢了对方，这种感觉呢，其实悲剧就在所难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相处的方式上面，一定要多给对方一些意犹未尽的空间，这样你的爱情才能永远的鲜活。男人总喜欢说我要为家庭而去拼搏去赚钱，但是女人真正想要的家庭，其实不是很多钱，也不是富贵，而只是陪伴。跟坏蛋别讲道理，跟爱人要懂道理。夫妻之间最多的话还是2个字：坦诚。不同时期的爱情保鲜是不同的在年轻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说浪漫、意外惊喜是保鲜的一道这个保鲜剂。然后等到了这个平稳时期的话，我觉得互相的包容、宽容，这恐怕是保鲜剂。到了老年的时候，恐怕就是互相鼓励、相依相伴是保鲜剂。感谢杰利亚对于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我们节目的特别支持，同时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并且陪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天津卫视